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进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自从创业失败后，我就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都在幻想。我希望他能脚踏实地的生活。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劲往一处使，我也是在为这个家努力，希望他能理解我，支持我。结婚20年，我感觉他已经嫌弃我了，感情淡了，沟通少了，也不表达爱意了，我们的婚姻遇到了危机。我俩老夫老妻，没有必要你侬我侬，而且现在我心里只有干事业，不能老是儿女情长，希望他能做我坚实的后盾。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袁先生42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女嘉宾陈女士40岁，来自吉林，工厂员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结婚20年了。对。从认识到结婚20年，孩子都17了。对。这应该活得比我们都通透，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添乱吗？不是？确实挺通透，但是他想不开。哦，你通透，对，我很通透，所以您要来。对。说说为什么来？我们俩从东北老家上这边来创业的。到哪儿创业？在天津。哦，在我们天津创业。对啊。但是创业失败了，我就觉得踏踏实实，咱们找个班上啊什么的，咱们挣点稳当钱，过点舒服稳当日子。但是他呢就不行，他就非还想创业，还想继续干。我觉得他现在呢也变了，心态啊也变了，对我的感情啊，或者说我们俩之间沟通什么的都不像以前那么样了。所以说我觉得呢，从哪创业失败之后，他也不是像以前那么特别爱我了。然后他一直想要创业，不肯脚踏实地的工作吧，我觉得他想的太不切实际了。我本身来的初衷就是以创业为目的。是的，如果说要是打工的话，我在东北3省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去做。没错，不可能说一朝被蛇咬，这太正常了啊！陆琪老师还在失败中创了一辈子啊，就是说咱们的初衷是来创业啊。不管说1次失败也好，2次，那您到底失败了几次啊？才1次，因为说毕竟才1次啊。对，还准备接着创是吧？对，我不同意再继续创业了，都已经赔1次了，我不可能再往里头搭钱。那你下次干完之后了，你要是成功了行，你要失败了呢？再失败呢？万一成功了呢？那万一要再失败了呢？这个钱谁给出？对不对？这钱当然你老公出喽。他有钱，你让他自己出吧。所以你们家的钱是你夫人管。那他有钱啊，财政大权在他手里。那他有钱，你让他自己出呗；他有钱，你让他自己创呗。那为什么要找我出钱呢？人家不是想跟你一起创吗？你跟我一起创，咱们得有那个创业那个脑袋，咱没有那个创业那个脑袋，为什么不脚踏实地的，非得一了本神的挣钱呢？好，这个事儿我们也说不清楚，我们也不是投资方，所以我们也没法做这个公论啊。关键是刚才你妻子说了，说这个自从发现你创业之后，核心的是觉得你不再爱他了，是还是不是？这个不能说不爱，没那么爱，那倒不是，比以前更爱了。哎呦！因为说什么呢？20年的相处当中啊，可能说没有那么太多的甜言蜜语，多的呀，可能就是用实际行动来关心他。我发现你真是会甜言蜜语。您是通过什么事儿觉得他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爱您了？头段时间嘛，我就发现他微信里边多了一个女的，跟他聊天聊得特别好的，然后了，我就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再一个，现在回家之后了，我们俩沟通也特别少，他几乎上就是该刷他手机，该看视频。但是我下班之后了，我回家还得做着饭，收拾家务。然后了，你这偶尔有的时候有闲的时候吧，我还想跟他俩就是出去溜达逛一逛啊。但是现在呢，很少跟我俩出去，有的时候偶尔出去都能离我可老远了。说呗，这里面有重要信息，就是手机里面多一女的呗。对呀，那你说跟人聊的都那么热火朝天的，又哥哥又妹妹的，到我这回家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那你说我能不感觉到说的我的心理压力和我的感情危机吗？对不？这个问题吧，用我的想法来说，就是女人的小心眼儿。
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哦，她呢也是有这个创业的心，但是不会这种经营啊，或者是管理啊。虽然说咱没怎么做过生意，但是说从各个方面的角度来学习，我就想让她成为我的合作伙伴。她如果说同意的话，可能说我这边的资金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她就是不那么认为。其实吧，相处了20多年，在我的心里吧，她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你说20年了感情，逛街也好啊，遛弯也好，没有必要说走个道拉个手啊，搂个肩膀抱个腰啊。以前拉吗？拉呀，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说那指定心里不舒服，指定感觉说的是哪儿出了问题嘛。对，特别还出来一个女合伙人，对吧？对呀。是合伙人吗？那女的合伙人都没成，都让他给搅和黄了。那当然不同意了。你在微信里都聊得那么亲密了，又哥哥妹妹的了，那你说合伙做生意，那我更不放心了。那现在跟那个断没断啊？断了，都是微信直接就拉黑删除了已经。断了，他现在不准备找班上，还准备要创业啊。那段时间跟他小弟俩研究要开洗鞋店，我不同意。我跟他小弟也说了，你要借的钱的话，挣了你俩就挣。你要是赔了的话，你让你哥还你，我指定1分钱不还，我也没有那个能力给你往外拿钱。我有那个钱，我管稳啊，好不好啊？创没创呀？这洗鞋店没创，我不让创，没创。所以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就还想找创业机会吗？就不想上个班啊，挣个稳当工作钱。那您现在做什么呀？我现在上班。您现在上班了？打工。哟，你看这不挺好吗？那我上班了，他不上班不挣钱，那光知道我那点钱养活这个家，那我图什么呢？那我找对象，我找的是什么呢？找老公我来养他的话，那我不找个爹回来吗？对不？对，您这话说的我也是无言以对呀。如果说因为创业一次失败，你对我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也能接受。谁的路上也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谁都很辛苦。不是人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一个小女人，我都出去找一工作，你先找一工作，踏踏实实干着，不行吗？不是说不找工作，有的时候偶尔我也打个零工哈，去贴补一下。但是吧，我这个性格在工厂也好啊，或者在某个公司也好，不太愿意受人约束。我呢也看他比较辛苦，早晨7、8点就走了，晚上7、8点钟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不管大与小，这个买卖生意也好啊，咱能做起来多多少少。那现在家里谁做饭呀？我爱人。不是人家打工，人家还做饭，你还不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我也不愿意下厨房。那您也不去工作，也不那个，您在干嘛呢？天天？怎么说呢？我的心里吧，就是始终不死心，把第2次创业再做起来。不是，咱们别老说创业，不就搞个买卖吗？对。我问问，您单位人多吗？挺多的。同事什么？工厂。那挺累的吧？反正就是觉得自己能承受得了吧。一天工作几个小时？12个小时。12个小时工作回来还要再做饭呀？对呀，我现在就觉得说的，我这么累了，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哪管说回家你帮我多少干一些，对不对？但是他呢，现在一门心思就光寻思创业，没事天天老去什么考察这考察那，老都去哪儿考察呀？在天津本地。有的时候也上外地，有一次上广州去了，我下班回家都找不到人了。我打电话好长时间才接电话之后说话舌头都直了，一听这就是喝酒喝多了。完我一问干什么，说上广州去考察去了。我认为不是去考察去了，我认为是去玩去了。谁去考察没事天天喝酒啊？我就觉得说的把我扔在这儿了，然后了自己出去又吃又是喝的，他也没把我放在心上啊。走的时候还没告诉我自己偷摸走的。你要告诉我了也行。告诉他吧，我可能就走不了。我有个好朋友，他在广州干餐饮，问我在天津做什么，我说我这个店黄了。您当时在天津创业是什么店？餐饮。哦。他说那难怪。你可以说上我这边来看一看，考察考察。哦。有适合的自己带回去做，就这么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吧，从上车到第2天就电话呀、微信呐就没停过。可能是我做的在这方面做的也不是那么稳妥。就是电话也没接，信息也没回，也是在我喝的也是比较上头吧。完了给他回个电话一接，可能是也是确实比较担心。回来之后吧，我也挺佩服他，把家给我搬没了。我就问这左右邻居怎么回事，他说人家搬走2天了。正好我那时候后期我通过小弟啊，才多方面的打听，把他才找着。
正好那时候我们也是房租要到期了嘛，到期他走的时候没告诉我，我也挺生气的。我一生气我就找房子，我就把家搬走了。我的意思是搬走了，我也想给他个教训。你再走不告诉我，那我也可以把家搬走了，我可以不要你，我可以不管你。所以说我就没告诉他，我就自己搬走了。该搬，其实就不应该让他回家和进门。孩子17岁了是吧？对。孩子应该就在老家读书，要高考了吧？马上。对，跟爷爷奶奶在。那孩子现在就这么长期不跟你们在一起，孩子什么意见什么态度？孩子意见大了呀，买卖干黄之后我就劝他，我说咱回家挣点钱够咱们花，然后了搁家带带孩子哈，老人也年龄也大了。不挺好的吗？他呢就不想回去，然后了孩子现在呢一打电话呢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去，你说我能怎么说呀？然后了他呢就把责任推在我身上，说我不想回。现在孩子呢对我意见也非常大，一打电话呢也说妈你为什么不回来呀？我在家呢就像个留守儿童似的，多可怜呢。有的时候说到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老人怎么？老人也是追回去啊，要回去带孩子什么的。但是他呢现在连老人电话根本都不接了。老人就认为说我不想回去，不想管孩子，不想管这个家。老人对我也非常生气，然后现在老人也不理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这个家里的亲人认为。是您纵容着他，或者您2位还在创业，对，等于您在给他背黑锅是吧？对呀，谈不上背黑锅，最起码说是夫妻2个人嘛，在一起过日子。咱们说出来了，我的目的没达到，没这个脸回去。脸不重要吧？脸在我心里很重要。那他要跑了，你怎么活呀？说句难听点的话吧，就是说这个世界离开谁，地球都在转，不可能说因为这点小事儿，就是因为。赔了一些钱，或者说是因为他在上班，我在创业，他很辛苦，我确实很辛苦。不是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创什么业啊？一口一个创业，我没搞清楚，您到底每天在做什么呀？我想做的事儿吧有，但是我得有启动资金，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启动资金，我什么也干不了。这说明你就是干不了啊！要是说他把钱归我管的话吧，可能是我已经做了，不管说成与不成。但是我没有财政大权，一个男人背后总有那么一个支持自己的女人，我也希望有，但是她却成为了我想做点买卖的绊脚石了，我感觉是特别意外。懂了，这次听明白了。因此，您这次来是让我们劝他不创业呢，还是说要跟他分开？我想让各位劝劝他，就是一老本事，踏踏实实的，咱们挣点钱，稳定的生活是最重要的。您手里现在有多少钱？没有多少钱。有多少钱？他肯定是够，但是没有多少钱。就是我需要的资金，我没有钱。哦，您需要的资金是够的。要是不够的话，我们上班都可以，大不了就从头再来，非常简单。他就不这么想，那你就从头再来呗。因为我没把南墙撞倒，我不可能从头再来。哦，就是要不然把南墙撞倒，要不然你倒在南墙底下，是吧？我倒在南墙底下的同时，南墙也得倒。你知道你倒在南墙底下不是你一个人倒吗？我这个道理我懂。是你媳妇儿。为什么这么？我一直我说不过您都有理，我也没做过买卖，这事儿我都不懂。我的中心思想嘛，就是什么？孩子也大了，早晚得走向社会。但是我们俩呢，在这个年纪都，但是现在孩子还没走上社会之前，父母的陪伴和缺失，那是对孩子心里头造成很大的阴影的。你没有物质上，光有精神上，我感觉不是那么快乐。好，听懂了。妻子希望我们劝丈夫停止创业，丈夫希望我们劝妻子把钱拿出来支持创业，不就这么回事吗？差不多。但是我现在还希望他心态能大度一点，他有的时候有点小心眼太严重了。咋了？有一次我下我们家楼下去买菜去，然后我就钱没带够嘛，没带够之后了，那老板送了我2颗白菜，回家我就跟他说了，然后了就跟我俩不愿意了，说为什么那个老板要送给我白菜呀？什么想法啊？那我就觉得你说。都楼上楼下住着，都是邻居认识了，那送2个白菜不很正常吗？在他那儿就不行，就非得跟我俩吵。吵完之后呢？吵完之后，那你去找人家呗。不是白菜吃了吗？白菜吃了，那不可能给人扔回去吧？那吃了白菜还找人干嘛呀？找人给送钱去了。哦，那钱该送吧？那当然了，咱们拿人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阎王爷不欠小鬼钱，咱也不说咱们多富有，但是人家做小买卖的，咱绝对不能差人钱。那但是你为什么你还钱就还钱呗？你为什么说人又怎么想的了？又什么地的了？大不了不去了，很简单。
不去可以，但是你去送钱，你就光还钱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得说人家对我有想法的？谁怎么地了？我小心眼儿，就证明我心里边有你。我有心里没有你的话，我就不会对你去小心眼儿。男人最了解男人，解释太多也没有用。那有了，现在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还有那就不说了，这事儿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嘛？那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最起码说咱们刚打开这个年头，我还没有这种想法，你就不要想的太多。那能不想吗？这事儿就不说了啊，这事儿他有他的想法，老板有老板的想法，换外人有外人的想法。是，比如您是这么想，是不是这小子对我老婆心存不轨？您是这么想的吧？是，那我不可能不去。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可能看着另外一个，这老板还真会做生意，没带钱，您拿回家吃去，到时候把钱送回来。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个反正不要争了嘛，事儿都过了，咱们围绕主要的来。其实说白了就是，感情有没有？肯定有，这对夫妻，对吧？一个务实，一个想闯，相当于是一个稳健型人格和一个激进式的人格碰在了一起。现在这事儿就要过不去，南墙在前，到底是撞还是不撞？你们给出个主意，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我先力挺一下你媳妇儿。我听起来家里积蓄也不是很多，对，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回头你再有个闪失，创业嘛，这是九死一生。所以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的话，求一个稳定，没毛病啊，我挺她。哥们儿，你的问题在哪儿呢？老婆一开始投诉的还真不是创业这个事儿，投诉的是啥呢？你连手都不牵了，拿钱你得先通过她同意呀。这感情都弄没了，你再创业有什么用？即使你100%赚了，回头把我们母子给扔了，那干脆别创了，挣了我也不让你创。多少人有这个心理？这个说抛弃谁吧，我可能是做不到。你的话呀，我跟你讲，我能不能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老婆能不能听得进去。老婆这边感情没有，你再去做其他事情，更没有信任基础。所以说，如果是想创业的话，我觉得第一步，先把感情恢复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要来到爱情保卫战。感情好了，很多事情好办。不管创不创业，拉手总可以吧？多亲密夫妻关系没毛病。第二，我认为啊，你要创业的资金也不多，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拿钱去创业呢？我外面出去打工，存个3、5万块钱，然后我再来干，行不行？或者我先从小的做，行不行？有些创业不见得一定花多少钱，现在呀，一定是从小往大走，这样下来也给他一个安全感，也给你一个退路，可进可退。我说的就这么简单，咱不讲那么多大道理，也别和南墙杠，咱就一步一个脚印儿。反正今天我来讲，做事都非常稳扎稳打。您都活到这个年纪了，您让一家老小都在为您的创业梦想买单，干嘛呢？对付活。对付活呀！我为什么说这么说啊？因为你形容我这个词只能说一个字“狼”，但我也非常喜欢狼。您不用给我上课，在我看来，您就是打着创业的旗号，好吃懒做。如果我想要干一行的话，我首先得先进这个行业，对不对？创业的人，我想要攒够我的启动资金，我得先干活去啊！我不能指着老婆给我攒下来那些钱，拿着这些钱去创业呀！我想打断一下了，一个家庭的财产是某一个人的吗？因为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呀，没错。请问现在你的吃喝拉撒是谁在负责？不是说谁在负责的这个问题。我就问你，你现在挣钱吗？每个月呀，也在挣。在哪儿挣啊？打个零工啊。打啥零工呢？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那肯定没有他多呀。够你在天津租房子吃喝拉撒的吗？这个分怎么说？这还分怎么说呢？对呀，因为说我不赞同您的观点呐。行，各自保留观点，就跟妻子说吧。先生不愿意听，咱就不说。不是不愿意听，因为说老师那我就跟您说啊，老师的道理啊。那我就跟您说啊，妻子啊，面对这样的一个丈夫，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办？因为您看到那些信息，我相信女人的判断力。第二，把年迈的父母留在家里面，然后替你们去照顾孩子，我都不说孩子。父母不管，然后拉着自己的弟弟合伙干，也不想如果这生意赔了之后该怎么办。在他的概念里，他刚才不是总结什么狼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我只知道人得脚踏实地活着，我只知道我们过一天日子，我们得踏实的把这日子过完。
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不是人人都能创业的。你想要成功，你知道背后吃了多少苦吗？我为什么说他现在是打着创业的旗号，好吃懒做？因为上班太累了。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你知道上班有多辛苦？你多辛苦，每天12个小时才能挣来5000块钱。对于那些偷奸耍滑的人，他一定成功不了。他不想吃生活的苦，生活一定会让他吃苦。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在孩子现在人生非常重要的阶段，麻烦你回到孩子身边。孩子要面临高考了，对不对？孩子已经抱怨你们3年没有回家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既然在这儿打工能挣5000块钱，回到家是不是也一样能找一份工作？能找份工作，但是没有在这挣得多。没有在这挣得多，但是把孩子的这1年重要的时期陪他度过。我觉得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生活的人，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创他的业吧，就是不要拖上一家老小。就这个男人太不负责任了，你懂吗？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今天为什么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帮我劝劝他。不用劝不了，劝不了，因为在他的内心，他不撞南墙。我告诉你，他就算撞了南墙，撞的一脑门子灰，他也不会死心的。他会觉得自己的时和运不好，他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就是在打着这个创业的旗号，享受不用吃苦的生活。他之所以现在能够这样生活，是因为你在给他买单呐，因为有人在给他撑着呀。但是你走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但是我现在是怎么考虑的呢？我回去陪孩子可以，我也愿意这样做。但是给他扔在这儿呢，我们俩这个婚姻将来怎么往后走？这样一个人，对你、对孩子、对父母，都能狠心到这个程度，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能好吗？你自己琢磨去吧。我问你啊，当你从广州回来找不到家了，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失落吧？不疼是吧？疼，不能说不够疼。你刚才说你做不到抛弃，对吧？对。你理解的抛弃是什么？亲情。亲情。我们俩现在说不，20年的感情已经不存在着比感情要近一些，那就是亲情。就是你不会抛弃这段亲情，不会抛弃我爱的人。可你正在抛弃。你在追求你的事业，追求你的存在价值，追求你的目标，你在抛弃他们。这个我想说，老师，这个不是个选择题。你现在就面临着选择题，告诉你，你没有那么多的退路。此时你就面临一个单选题，你要这个家，还是要你的事业？也很明显吗？不给你钱，不支持你创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创业，大概率是失败，失败就会对这个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家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现在面临就是2选1，别给自己那么多逃避的借口。你可以逃避问题，比如说偷偷的去广州，到底是去考察项目，还是享受一下、逃避一下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总之，你还得回来吧。你只能一时逃避问题，但你永远逃避不了这个后果。后果就是你没有创业的钱，没有人支持你创业，你只能做要家还是要你的事业这2选1。如果你真的愿意去享受狼一般的孤独，想去创业的话，可以马上离婚，把你那一部分钱还给你，这是唯一的选择。妻子，都到这会儿了，还看不到真相吗？他何等的自私，他有想过你孩子和他父母的感受吗？他口口声声的说爱他所爱的人，可是他面目狰狞，你还在期望什么？太自私了吧？我想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是辛苦的。你的老婆也是自私的，对吗？她应不应该自私？理所应当。但是她现在是站在这个家的角度在自私，在保护这个家。我只是想把这个我们的家庭生活质量提高。你现在先别说你想把你们的家庭生活质量提高这种毫无理论根据的话了。你现在做的是让这个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吗？
你整天在家里面，偶尔打打工，没有稳定的收入，是吧？你给家里的贡献在哪里？你让这个家庭的质量升高了吗？你就不能，你不会做饭，对不对？你能不能去做简单的？你整天在家里啊，简单的热饭啊，至少你在家里陪他呀，至少你可以洗洗碗啊，做做家务啊，这都是你的责任，都是你现在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事情。你要创业是100%的失败，因为你创业的目的并不是说你多对这个事业热爱，而什么逃避被人家约束。怎么可能老板比一个员工更轻省呢？他面对压力更大呀。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个性的话，赶紧要离婚，让人认清现实。妻子，认清现实，他可以不接父母的电话，可以把锅让你来背，但是你不可以做这个受害者，因为他拖累的将是你及你热爱的这个家。就是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孩子如果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交学费该怎么办？我是假设啊。第二个问题，如果孩子上大学说爸我要买台电脑，不然我读不了书，怎么办？第三个问题，爸妈跟你说儿啊，我牙掉了，我要去装2颗假牙，没钱，又怎么办？第一个问题，不，你不用跟我讲，我知道你肯定有一整套的话要讲，没有用。我问你这3个问题，不是为了要得到你的答案，我是要告诉你，你妻子在想什么。你妻子为什么不肯把这笔钱拿出来？说句实在话，孩子不管是考上大学，将来要去打工，将来结婚要买房子，还是爹妈就年纪大了嘛，对吧？磕磕碰碰的，总得有点救命钱。所以呢，你刚才站在这儿说的那个话伤人心。我再跟你说啊，刚才赵川老师说了，说我创业很多年，我创业23年，我比你年纪大，我创业23年，失败了20年。要论失败经验，我太足了，我公司都开到好几个。我跟你讲个道理啊，发财的心态和创业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是一个发财的心态，什么意思呢？我要干大买卖，至少是要有本钱投进去的大买卖，我要挣大钱，我要挣快钱，我只要一把翻身了，我就立刻能够让我家发生变化。这是发财的心态，不是创业的心态。什么是真正创业的心态？创业的心态是从0到1的心态，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要让我有生产资料，我有那个1，从0到1靠什么？靠双手嘛。我有2个粉丝，一个粉丝本身也就挣2-3千块钱一个月，他说陆老师我该怎么办？我说很简单，我问他你喜欢什么？他说我喜欢车。我说很简单，零首付贷款一辆电动车去跑滴滴，1年过去了，他现在一个月挣1万多，真实的，车贷3500块钱还掉，还剩6000多块钱。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干大买卖的，干旅游的老板。这个旅游老板跟我聊，他说我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投资1500万，但你知道我怎么干起来的吗？我就去大学城门口支个摊卖那个炸里脊串，一天挣200块钱，一个月挣6000块钱。到了第2个月，我拉上我老婆2个人，一人一个摊，挣1万2。后面我再顶铺子，这叫从0到1。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本钱的，我靠什么？我靠劳力，我靠省钱，我省下来的钱慢慢变成我的生产资料，就是我能挣钱的那个家伙上我那个本钱，慢慢是靠这么攒出来的。所以兄弟啊，创业不要天天想着我干个洗车行，我干个什么东西，投资5万10万，没有这个本钱，你一个干餐饮的支个摊啊，你口才那么好，你支个摊，一边支个摊一边开直播，比人家多挣1/3。你看1年2年本钱不就来了吗？我家门前以前有一个卖铁板烧的，把3个小孩带到城里面，全部上完大学，就是靠夫妻俩卖铁板烧。那才叫牛，那才叫创业，兄弟。嘴巴快，嘴巴利索没用，都是靠一手一脚干出来。对你老婆好一点嘛，现在有这老婆把着你，你家才算没有倾家荡产。
就这样。其实真想做也挺简单，我算了算，我战友那儿我就给他干活当个领班，多挣点钱，对吧？我低个头1、2年的本钱就回来了，我拿这本钱我再去开呀，有啥不行的？我就要做餐饮买卖，我不知道哪儿好，现在我就做一快递小哥，我就把这周边跑熟了，熟熟溜溜的，哪儿的买卖好，哪儿的什么好，我心里清楚了。我这就算前期的调研做完了，我行不行？也行，有道理。所以我们要说的特别的简单，你想干嘛干嘛去，请放过您的父母妻儿，啥都不了解，张嘴就来就欺负一个妇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1个月挣5000块钱，家里有17岁的儿子，上面有父母双亲，你在那儿游手好闲，还好意思我打零工啊？您打去吧，我没什么要说的，对吧？您踏踏实实打零工去吧，我没什么要说的，没有任何劝的。这个就是那句话，现在手里的都是救命钱，这钱不能动啊。实在不行就自己先回去吧，反正你老公人厉害，让他踏踏实实的创一番伟业，这行吧？你看我这劝的多好，对不对？我这劝的多好，用我们东北话说没毛病，对吧？对，没毛病吧？回去。至于爱不爱的什么，人家说了，苟富贵勿相忘，人家挣了钱了不会忘记你们母子的，是您说的吧？是。踏踏实实回去。而且创业者也会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会给家里面添麻烦。家里面现在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1分钱都不问你要，默默地支持着你的创业。他们在东北老家遥祝您创业成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20年了。也听了主持人和各位导师的2苦口药方吧。咱们俩从相知相恋到走到一起，说句实在话，确实挺辛苦，但是希望的辛苦，我希望是甜的。至于今后做生意也好啊，是干什么也好，是打工也好，我还是想说，咱们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小生意吧，对未来也是一件好事。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你说的这个独立的小生意的话，我可以考虑考虑。独立的小生意可以考虑，好，对，就不投资特别多的钱，小生意我可以考虑。好，祝你们成功。但是请您认真的考虑一下，不管做什么买卖，多做一些调研工作。钱挣来的不容易，这投出去可说没就没呀。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这2个夫妻肯定会出来，希望他们能够以家庭为本。脚踏实地的往前走。这个男人今天是这个样子，跟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关系。纵容啊，纵容，然后放任，就早晚有一天，我觉得会让他哭的。他们肯定会出来啊，但是貌似其实这个妻子掌握了钱，但是他没有掌握钱的能力，他管不住。哎，挺可悲的，反正。做老婆的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留5000块钱，让他好好做小生意，然后自己就回老家陪孩子考大学。其实就是这样最好。是，你要想做买卖你做吧，没人拦着你做吧。不要超过5000块钱的买卖，就5000以下就行了，吃一摊最好了。还吃不了那苦呢。来吧，看看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谢谢，我爱你，老婆。来，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请见证。谢谢老婆，我爱你。来，请亮灯。谢谢2位啊，谢谢你们，请回。
哎，好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祝这对夫妻生活平顺。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安徽，3维设计师；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安徽，公司前台。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老师们好。好，欢迎两位啊！好了多久了？我们在一起快2年了已经。咋认识的？我们是做兼职认识的，然后刚开始加了微信，快3个月了没聊过天儿。后来。就是过年嘛，我心情不太好，我自己去看电影，电影票发朋友圈，给他看到了，他就从上海买了车票，来找我，还带了我最喜欢那个桔梗花，还2瓶红酒，就跟他搁一块儿了。啥意思？你发了个电影票？对，他就买了我旁边那座来找我。就是我当时看到他买的是哪一场的，他那个信息没完全隐藏掉，我就知道是哪排哪座，我就买了他邻座的，然后我就买了。第2天那个车票就过来找他了。你是个高手啊，就这么好了是吧？对，上心呗。啊，那今天为什么来？对，我感觉他对我很用心。今天为什么来？我感觉他对于感情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很膈应，就是让我根本受不了，因为我很抵触前任这种关系。对。才谈那段时间，我俩的前对象都找过我们俩要提复合。哟，我前任给我打电话嘛，我就说做梦。好态度。结果他倒好，他前女友是给他发短信，说他心情不太好，身体状态很差，就是抑郁了，去医院那个精神科住院，父母也都陪着，还想让我对象去看看他，他就去了。我去是想把这个事情彻底处理掉，不让他再出现在我和他这段感情，包括在我的生活当中了。但是呢，他就胡思乱想，觉得我就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想着说。你不是对他有想法、有感情，你去看他，他就给你发了那几段，你就去了。我想的是，因为他毕竟是因为我们之间这个感情出了问题，分手之后他才会这个样子。但我去了之后也才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呢？就是直白点跟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就是希望各自安好。回一下不就行了吗？多大事儿还跑一趟，你多上心。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处理方式，处理的结果也是好的。他就觉得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处理。明白，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女生的想法是你一定要像我这样，男生的那儿情况可能也不一样，那是男生的想法。还有啥呀？他比我早毕业1年。谈了有4个女朋友啊。然后我加他，我才谈2个。你觉得亏了？那话也不能这么说。那不就完了吗？较什么劲呢？我不讲的原因就是怕他不平衡，或者是听完了之后他还心里难受，因为毕竟人都有过去嘛，对吧？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已经彻底断了，但是他呢就非要跟我较这个真。那现在说你那个妹妹。什么妹妹？就是前段时间第6感，就看他最近状态不太对，我说那我看一下他手机。好家伙，发现他跟他那个妹妹之前发过那个什么腹肌照片。不是那个时候我跟他还不认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单身，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关系就特别好，就相当于发小一样，所以说我就把她当个妹妹看。那你说妹妹，那这没有男女之情吗？虽然说从小玩到大，老家隔壁邻居发这种没有分寸感的照片，你觉得合适吗？因为他嘲笑我太瘦了，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锻炼，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觉得他跟女生相处很没有分寸感。行，这事儿我们也放在这儿。还有啥？这妹妹的后续，因为。他妹妹分手了，是他妹妹还是他那个所谓的妹妹？他所谓的那个妹妹。哦，好。分手了，然后给他发信息问我俩的感情状况，这不就是明显就试探吗？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就关心一下我。不是你咋回的？
我回头说，我说我跟我现在女朋友感情很好，而且我也答应她了，我不主动联系她，但是她非要我去把人家删了。我觉得我不可能因为跟她谈了恋爱，我就把那个多年的好朋友无缘无故给她删了，对不对？他就不相信我这个女孩子看女孩子的眼光，我也退一步了，我说那你不删她也行，对吧？你把她喊出来，我们见一面。不是你见那女孩干嘛？我就说想见一下，就是如果她真的是你发小玩很多年，这么多年都保持着联系，对吧？重要的朋友见面，我觉得也不碍事儿，我也不会说当面让人家难堪，对不对？懂了。我得有嫂子要见见妹妹啊，理解。这事儿能过了吗？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3维设计的嘛，就是经常会临时突然要改，然后我就会必须要带着我的电脑，他就觉得我已经请假了或者已经下班了，就应该要去拒绝老板的这个让我加班的请求。但是我想我上班我不听老板的，我不工作，那我有什么经济来源呢？他就觉得不行，他就觉得工作加班，工作比他重要了。每次我俩约会的时候，把电脑带着。我俩上次特别离谱一事儿，去景区买票进去，他接到电话，在售票处电脑搬出来跟他加班。哪个女孩子受得了？每次跟男朋友约会，也老板夹中间，哪个女孩不膈应？你站我角度为我考虑。那我不工作不那个，我怎么有经济来源？我怎么生活？而且那我没有经济来源，那我怎么跟你好好的谈恋爱呢？女生没话说了，给噎的啊！他现在就是工作也不错，因为他现在不做3维设计师嘛，一个月工资好的话能有1万多块钱啊。然后我做前台固定收入就4500左右。他现在财大气粗的，脾气也上来了，没事就是之前会在我身上花心思用心，就是我的落差太大了，我自己无法调节。之前给我买礼物，然后在网上提前搜走心的礼物啊、不俗的礼物啊，然后也会说给我搞点那种小惊喜。我觉得生活中就需要这种小细节来体现出你对我的感情，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直接前段时间过节给我转5200的红包，真的这不走心我可能收吗？你这动脑子想一想呀。那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说他想在家里搞一个那个照片墙，我就想说那我给他弄了一个照片的打印机。结果呢，他不喜欢，他觉得那个照片打印机打出来的效果不好，数落了我一顿，然后直接就把那个东西就放家里落灰了。我就觉得，那我不如我直接给你钱，你自己买自己称心的东西，然后也实用的东西，就不会浪费钱了。然后他也觉得不满意，然后我就给他起了一个相当于外号李子佬，因为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刚才他不说给我起个李指导，那您知道他之前叫我啥吗？之前微信备注啥都叫乖乖，就好声好气、轻声细语跟我讲话。这落差，你这前后这2副面孔。之前我跟他谈恋爱也就图他就是看着老实，小绵羊似的，哪知道了解这么多之后，一肚子花花公子肠。懂了。那不能说是感情经历丰富了就是花花肠子。那我对这感情我是认真的，但是人家不认真，那我有什么办法？是不是现在这个觉得女朋友追到手了，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去了，所以不需要那么上心了？你告诉我。也不是说不需要上心，因为之前有比较富余的时间要去更多的去关心他，但是现在呢，工作忙了之后，经常要加班或者怎么样，我就可能是迫不得已。然后包括他像那个买礼物什么的，他总是数落我1次2次，我还能受得了。那经常这样子，那我就觉得那我不如实在一点了。我觉得他把工作看太重了，老板就是天。哦，你应该是天。最起码我觉得他得让我感觉得到他重视我。来，辅导员问个问题啊。更介意他在意工作而冷落了你这件事儿，还是介意他丰富的情史，以及跟你所认为的跟异性的关系边界保持不好？我觉得边界感和他之前的情史有关系，可以放一个。我更介意这方面，因为工作其实说实话更多的是为他自己。OK， 好，所以他工作忙可以忽视你这件事儿并不重要，对吧？跟那个相比的话，我更能接受他为工作而忙碌，而不是说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关系。OK，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到底是介意他心比较花，还是介意他工作比较忙？当然介意他心花呀。我没有心花，你看我们俩的手机互相都是可以看的。我觉得这个是、你喜欢他吗？我肯定喜欢他。现在还喜欢吗？喜欢。怎么考虑的？我觉得大多数事情我可以一直都顺着他。我问你未来怎么打算呢？未来打算肯定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然后以后能娶她。什么时候娶她？起码我在我的经济能力。不要给我画饼。我这个也是讲实情话，我没有经济能力，我娶了她，让她跟我过苦日子嘛。要不要跟我过苦日子？你也别给我画饼。我当然不画饼啊，对吧？到了啥时候嫁给我？5年内吧。5年内是吧？对。所以啊，这段感情到底出了些什么？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明确的抓到他说在外面有暧昧或者是有花心的证据吗？那没有。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反而困扰你这么多呢？因为我从小是单亲嘛，我和母亲过，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希望在另一半的身上能多有一点安全感。所以你是担心他会怎么样，对吗？对。但是有没有想过，这种担心也是一种伤害呀？我就感觉很难受啊。你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在伤着你的男朋友，而不要把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东西放在今天这个环节里面，说我就要求你那怎么样，而且是理直气壮。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觉得你太自私了，这第一件事儿。第二，其实连带的这种强势也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你希望他能听你的，你才会有归属安全感。但是有没有想过，他也尝试去听你的了，你满意了吗？你开心了吗？也没有吧。因为可能我觉得他太没主见了。他已经都听你的了，才会没主见呀。如果他要是有主见的话，就不会听你的，因为我认为有些东西你说的也不对。每个人对每个人标准吧，对与错其实都是每个人观点，它不是真正的道理，所以谁也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对的。你的指令发布再多，也要不到你的答案。男生呢，就是我一上来听到你们谈恋爱这个状态，我有点恐惧。你们加了微信3个月没有聊天是吧？对。突然就跑到跟前去了，然后谈恋爱。就是我们加了微信，后面聊了一段时间，然后到过年了，他来找我。啊，也就是说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是吗？对对，之前是聊过天，聊过工作、生活之类的。哦。我们是3个月没聊，然后突然就是有联系了之后，我追了他大概有半年。啊，有追的过程。行，那这就不说了。坦诚一点讲的话，你这个时候谈恋爱呢，也要遵循你的这个原则底线，就是他有他的性格特征，但是你不能一味的迁就他。为什么呢？刚才你似乎也听明白了，你迁就他能获得一时的平安，但是你并不能得到他长久的满足。一旦维持这个相处模式以后呢，他甚至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然后终于有一天你绷不住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感情你支撑不了了。所以你用你的本色去和他谈恋爱，都保持一种本真，合适就是有缘分在一起，不合适该分开，也是最好的结局。我是这么来给你分析和建议的。前女友这个事儿我也觉得不妥，但是你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放在自己心里让自己憋屈没这个必要，你要么就接受，要么掉头就走。你觉得他没有必要去，你不认可他的这个行为，就划清底线。为什么他的边界不清楚？就是你没有在第一次的时候划清底线，告诉他我不能接受的行为是什么样的。你如果越了这个底线的话，那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继续在一起。这恰恰就和你说的你自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缺爱的人有关系。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就让自己的感情经历一路这样的曲折。我们缺爱是要自己爱自己，而不是从别人身上去找爱。你如果说从别人身上去找爱的话，你永远都会被伤害。你们两个人现在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对他的认知和现实是有差距的，然后你懵了，你就觉得这个男生看起来乖乖的，结果我天哪，他怎么谈过4段？我天哪，他居然还有一个红颜知己！我天哪，这个你就懵了，所以你开始怀疑他。但有这个必要吗？你所谓的说他现在对我都不用心了，你觉得他在用心的时候，他就是用心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觉得他当时追你追到电影院那个行为是很用心的，对不对？对。在我看来，那就是个套路啊！这男生也太会了吧！你觉得很感动，要是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我身边这样，我会觉得太恐怖了。你要干嘛呀？你要追，约好了大大方方见面就行。所以姑娘，有的时候你不能用你所看到的和你认为的这个认知去判定你爱的这个人和爱你的这个人，然后你觉得你接受不了的行为，就清清楚楚地亮明自己的底线，那别人就不会越界。缺爱的人是要自己爱自己，而不是从别人身上去找爱。就这样。姑娘，你觉得你能培训出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吗？
也不能用培训来说吧。对，也管不出来，对不对？对。那怎么才能得到一个男人真正专一的对你呢？就是真心相待嘛，因为没有说天生一对儿的这种情况。你真心相待他吗？我是真心相待。你信任他吗？有4个前任，频率是挺高的，但其中都是什么问题导致他们分手？你又和那4个前任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你都了解了吗？因为我和他都比较抵触前任这种话题，就聊的也比较少。恰恰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能改变，有些问题我们改变不了。比如说原生家庭的问题，对吧？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过去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不让未来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我们要去复盘，我们要去内省。在过去的情感当中，我们是犯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未来我们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出现？我说的不是要跟前任联系啊，而是说你要在你的经历当中，你要学到。因为在爱情当中，我们遇到对的人，我们就得到；我们遇到错的人呢，我们就是学到。你学到什么了呢？没有。你应该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一段真正的情感关系。而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要先真诚，就你说的，对不对？你要先去信任，然后才能以真心换到真心，得到有可能的幸福。所以说，不要去管他，感受他的真心就好了，不要人为的还拿进很多因素，比如说连工作、老板这些事儿也作为你对他不满意的点，这个就有点矫情了。我们不要慌，在感情当中，我们要有什么松弛感，就这样。我们在评价人的时候有2种评价方式，一种是以他的过去为框架来分析他的性格特质，还有一种是以未来为框架来判断我此时此刻的体感。你实际上是搞串行，你现在对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你现在的体感，就是我现在这个感受没有那么好，对不对？但是你把这个原因却归结到了你有4段情史，你不是个好男人，串行了，你知道吗？你真正对他的判断应该是以未来为框架来判断，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在为你们2个人之间的未来去做一些准备，而在未来他和你之间的感情的浓度能到什么程度，他在情感在降级，这个降级的过程之中，他是顾着你的还是不顾着你的，你要感受的是这个东西嘛，姑娘。你抓他的点抓错了，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以后有人抓你单亲的点，说你单亲家庭出来的人以后一定会离婚的，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这件事儿？所以对于你来说，真正应该跟他探讨的是什么？就是我能够理解你，比如说工作或者不陪我，但是你能不能来确保陪我的时长、陪我的次数、陪我的时候的情感的浓度？或者说，既然你天天工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将来去存钱？你们2个人都没有把未来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可以聊可以谈的一个事情，那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安全感是要自己去建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你作为其中的当事人之一，你是要参与进去，一手一脚的去建立的。重点根本不在于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重点在于你手上所抓得住的那些东西，你为自己构建的未来是什么？而这个构建的未来可以是让他参与，也可以是下一个人参与，但这个未来必须抓在你自己的手里面，这才叫安全感。就这样。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构建未来嘛，因为面对未来的时候，女生说5年嘛，男生说经济条件允许嘛。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还是在享受爱情感受的这个阶段，那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女生现在享受的这段感情不快乐，敲起警钟嘛，你自己看嘛，到底是你努力不够，还是他不再喜欢你了？女生这个也得去找，相同的人做相同的事儿，在不同的人看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间做不一样的事情。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到底是因为你对他的爱淡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从自己的身上去找一找。让我们一起进入1912就要爱真情60秒。你说呀，我听着呢。我笨吧？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可能但是我真的是很喜欢你的，但是我只是爱你的方式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但是我是一直都在爱着你的，我也就是希望可以跟你以后一直走在一起，然后能够结婚，然后可以走到老。但是我也希望你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要安排我，咱们可以那种商量一下，然后也听一听我的意见。你说的我也接受，因为我个人性格也有一部分原因，我也会改的。那我现在就想问你，你以后还愿意听李指导的话吗？我愿意听，我肯定愿意听的。那我再想想。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于老师预测一下，双出，会双出的，双出，双出吧。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快，哎，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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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哎呦喂，哪儿来的自信呐，姑娘？您多大岁数啊？哦，23。23呐？我以为您230了呢，暮气沉沉的。好好谈恋爱啊，好好了解彼此。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回去好好恋爱啊，好好了解对方，好吗？好，谢谢你们，加油。嗯，请回，请回。希望他们彼此了解，获得幸福。再一次谢谢4位导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